跑完800米，我躲在被窝用震动按摩仪。小叔叔闯进来，语气冷淡：“就那么舒服？”我点头如捣蒜，按摩真的爽。后来他扯下领带绑上我手腕，他太小了，速度也慢。你试试我。小叔叔，那就是个筋膜枪啊！学校有病，下了晚自习还要跑圈。我骂骂咧咧掏出网购的筋膜枪，打开开关，一阵酥酥妈妈瞬间从大腿传来，苏爽直冲天灵盖。我正忍不住长叹一声，门忽然被撞开，小叔叔就逆着光立在门口，眼底晦暗不明。我嗓子里那句啊，就这么卡在那，尴尬的立刻坐直。小叔叔回来了，怕被发现罚跑，我心虚伸手关他，脚却慌乱踢到最大震动档。于是寂静的房间里只有一根奇怪的凸起躺在我的两腿中间，发出疯狂的嗡嗡声。你在干什么？他的声音有点哑。我在用这个。我伸手向下抓住那个乱震的东西，他忽地别过头，耳尖攀上一抹红。你怎么好意思拿给我看？关上。年纪大了，连按摩仪都接受不了吗？那他平时伏案工作多辛苦。心头忽然涌上一丝心疼，我决心把好用的按摩仪安利给他，所以我清清嗓，不用关，你正好可以坐过来试试，这个用起来好舒服的。他眉心肉眼可见的一跳，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也不怪小叔叔会害怕，这么大个按摩头在被子里疯狂突是有点猛。我连忙给他调到舒缓档，右手握拳，随着震动在手心一下下按着解释，它是模拟人的动作，夸张一点而已，而且它可以直达深处，让身体彻底放松，比真人还管用。小叔叔眉头紧锁，声音都不自觉沉了几分。你还试过真人？那倒没有。看他烦躁地揉了揉太阳穴，我心底突然就有点愧疚，因为捡了我回来，他忙得早出晚归，所以才没时间接受新事物。我痛定思痛，撸起袖子抱住他大腿。小叔叔你别怕，我先用手帮你熟悉熟悉，你会喜欢的。这肌肉真紧。我趁机胡乱摸了一把，美滋滋地把头靠上去。这波不亏。突然觉得少女漫男主有了脸，我要是那些女主角，我也心甘情愿沦陷。然而就在距离腹肌只有 0.01 毫米时，整个人突然被拎小鸡一样无情滴溜起来。露西，我吓得一个哆嗦，口袋里和闺蜜上课传的小纸条忽然就很巧地抖落地面。和闺蜜的聊天记录不能见人啊！别看，可我大惊失色，伸手去够时，内容已经在她修长的手指下徐徐展开了。闺蜜，发什么呆？我想和我老公亲亲呢，别吵，那不是真的老公，爱豆而已，我女友粉。但自己如果说了，在小叔叔这种老顽固那里只会越描越黑。没想到我的沉默让他失了态。你有男朋友了？我第一次听到他声音冷得发颤。你买那个是因为他眸子浓得像无边无际的星夜，随时都有星会滑落下来。这款筋膜枪确实是我爱豆代言的。这么说也没错，所以我硬着头皮点点头。他鼻息略重，纸条被团成一团扔到地上，手都在抖。你用的时候都在想他？算是吧，我爱豆代言的东西就是好用，所以我又点了点头。你给我离他远点。他几乎是咬着牙挤出来的这句话。还有，以后别让我在家里看到这种东西。他为什么不让我用筋膜枪？我差点哭出来。可是我很难受，怎么办？他深吸一口气，语气无奈。你就这么喜欢这种感觉？我点点头，咬着下唇撒娇祈求。要不然你帮我？心想，小叔叔要是给我按摩累了，说不定就允许我继续用了呢。他眼眸深邃的仿佛可以滴出沫。求你了。我撇着嘴，手伸进睡裙里揉揉越来越酸的腿。晚自习前就跑了5圈，结果自习说话又被巡课的辅导员罚了5圈。谁家美少女受得了1天4公里？他咬着后槽牙按住我的手，你别乱动，然后无奈地合上眼，长出一口气。先去洗澡，楼下等我。太好了，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一定要好好享受。所以我不仅把沙发放成一整张沙发床，还把珍藏已久的网剧大片投屏，就等着小叔叔过来。没想到刷手机时，突然冒出个新鲜热乎的同城帖，暗恋的女孩有男友，却还叫我共度春宵，该怎么办？哪里来的无被楷模，磁性中的磁性？我火速点开博文，陪伴15年的女孩今天坦白有了男友，却还叫我帮她疏解，我该怎么办？陪伴15年，听起来有点熟悉，又哪里有点怪怪的。不过向来爱吃瓜的我，自然没想那么多遍回复。他心里肯定有你，不然10年早不理你了。这位名叫心碎大狗的老哥是真的很难过，几秒就立刻回复，想来是守着手机的。可他平日总躲着我，好像很怕我的样子。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小叔叔平时没收我小说，还有10点门禁超1分钟都要出去抓我，就不禁打了个寒战，屏幕上手指翻飞。是不是你平时比较凶？我比他大几岁，平时管他多了点，这不破案了？我继续宽慰，他肯定喜欢你，说不定有男友是骗你的，不信你一会试探下，他一定破功。熄灭屏幕，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真好，又帮助了一个迷茫的少男，我很欣慰。就是不知为什么，小叔叔的模样突然钻进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他也很喜欢管我，有时候管得我有点烦，但是我很清楚，我离不开这种烦，甚至会因为他的占有而感觉被在乎的开心。我捂着脸，觉得自己这种想法有点变态，也不知道小叔叔会不会有不一样的一面，会给我看吗？脸就突然有点热，而楼上也传来小叔叔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不禁抬眼看向他，瞳孔骤然紧缩，因为亮着的屏幕上就是我刚刚回复的帖子。小叔叔不会就是心碎大狗吧？我立刻垂下头，心底一阵异样的情绪翻涌，我要想办法搞清楚。害羞，颀长的身影慢慢靠近，我感受着沙发下陷，舌头就打了结。有一点，在男人松木香气的包裹中，我慌乱抓起遥控器，点开投影，随机选了个好莱坞大片。小叔叔，咱们先看电影。他修长的手指有一搭没一搭点着我身后的沙发靠背，身上沐浴露的香气渐渐钻入我的鼻腔，好闻到心里痒痒的。电影可以帮你进入状态，成功人士都这么讲究吗？按摩还要进入状态？我正思考怎么回他，就看到大屏幕上出现男女主的身影，他们拥抱着接吻。
暧昧的声音在寂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明显又勾人。我慌乱地别过头，却撞上他滚烫的眸子。他知道我们在看这种电影吗？小叔叔在说什么骚话？还有这个口中的他是谁？暧昧氤氲蒸腾，我本就不聪明的脑子转得比平时还慢了些。而且电影里男生怎么开始解女生的衬衣扣子？我吞了吞口水，后背爬上一股莫名其妙的酥麻痒意，口干舌燥。而小叔叔凑近，伸手撩开我耳后的碎发，声音蛊惑般的飘入我的耳朵。他知道我们要开始了吗？说着，他的手慢慢从耳后的脖梗游走到锁骨的扣子，指腹划过，一片电流窜过，心跳就莫名其妙的不停加速。好讨厌小叔叔啊！为什么我整个人已经被这莫名的热气搞得头昏脑胀，呼吸加速，而他却可以那么端坐在沙发上，噙着掌控一切的笑意。在他手滑向我领口的扣子时，我突然抓住他的指节。他一愣，倏地望着我，眼里带着些期待。你要坦白什么？坦白？不，你才应该坦白，说你是不是那个陪在身边10年、喜欢我很久很久的人。所以我故意把他要收回的手放在锁骨上，抓着他，引导着他。小叔叔，你为什么一直在问我别人？他的手猛地一缩，在鼻腔里的呼吸蓦然短促，像极了一个被发现秘密的慌张大狗狗。所以我更得寸进尺了，余光瞄着电影里女生坐在男生腿上的样子，手脚并用的，有点狼狈地爬到他膝盖上，手指在他明显紧绷的大腿上画圈圈。怎么，你吃醋啊？不成想身子没坐稳，大腿又酸，伸手时直接重心不稳，往后栽去。就在我以为自己这次玩脱了时，一只有力的大手忽然牢牢拖住我的后背，我整个人就这么躺在他的手臂上，甚至不用动就被他稳稳带回沙发。喉结滚动，粗粝的手掌划过我微微张开的唇瓣。囫囵一声，算是对刚刚问题的回答。你怎么哪里都小小的？我被他摆弄的跨坐在大腿上，竟一时忘了动弹，只感受着那只刚刚救了我的手摩挲着我的衣角，伸向我腰间的软肉，然后又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忽然抽出手紧紧攥着我的衣服，好像忍得很难受，声音都哑了。还没问你可以吗？投屏里传来枪声，好像是个特工间谍片，双方要隐瞒自己身份传来的那句 Who are you？ 忽然就让我丢了魂。不按了，我几乎是吓得从他腿上蹦了下来，惊魂未定坐回床上，紧紧抓着睡裙一角，上面还残存着他掌心的温度。他的手刚刚就是从那里，心猛地一跳，扯得我又羞又恼，可心里却不自觉地贪恋他刚刚握着的力道。我怎么会变成这样？而屏幕正好亮起心碎大狗的新动态，要用什么理由才能多靠近你一点？我藏在被子里，忍不住翻来覆去的脑补，他会不会是小叔叔说的人，又会不会是我？多想拥抱我的月亮。过了一会儿，他又删除了，是我不配，算了。可我能不能等一等再放弃？我就像个变态，一字一句地琢磨他言语里隐藏的爱和遗憾。虽然我不是情场高手福尔摩斯，但我有身经百战的海王闺蜜做军师啊，明天去学校就问。所以我截了图，心满意足裹紧小被子。而屋外好像隐隐约约传来水声，小叔叔不是洗过了吗？我想着，不过没等我想出答案就睡着了。梦里他变成了一只大灰狼，要把我吞入腹中，怎么求饶都不行。小叔叔不让我用筋膜枪，那我就把他带去学校。正好这几天开运动会，我一边按摩的龇牙咧嘴，一边给闺蜜黎曼形容昨晚。她顶着一看就又折腾一宿的黑眼圈，拍拍我的肩。姐妹一看就没吃过，闻个味儿都吓成这样。我乐，你吃得好，这么虚。她抱着我的脖子鬼哭狼嚎。别提了，新找了个小3岁的奶狗，那可真不是人。要不是我求饶，今天有比赛项目，昨晚就别想睡。她吐槽着，不知从哪变出一束花。上午那谁刚刚拿了短跑第一，就特别像你爱逗那个。说着将花一股脑塞我怀里，香气扑鼻。别说闺蜜不帮你啊，你就拿着你的小筋膜枪去后台，绝对增进感情。亲不到爱豆，还亲不到平替吗？还得是闺蜜，自己吃肉也不忘让我喝汤。她又语重心长地拍了拍我肩，语气稳如老狗。而且真到了那步，自然就知道你心里是谁了。不愧是军师。我兴冲冲跑到后台，看着1.8米的黑皮体育生在我的筋膜枪下醉生梦死，极大的满足了虚荣心。爽不爽？爽。想不想再快一点？用力。折腾了10几分钟，也不知什么时候满头大汗的。就在我劝他穿好衣服准备上台领奖时，门忽然开了。颁奖台上坐着的除了校长老头，还有一个熟悉的墨色西装，2条长腿交叠，整个人姿态随意地靠在软棕色沙发里，那双熟悉的眼睛就那么冷冷盯着我。玩得开心吗？他笑，指腹摩挲着茶杯边缘。完蛋了，怎么忘了小叔叔是校董啊？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说。他几乎是把我拽到地下车库，只是站在那就压迫感十足。上车，没等我反应过来，就觉得身体腾空，下一秒眼前景物一个天翻地覆，整个人被他抱起来塞进后排。他的袖口扫过我的衣领，手掌牢牢扣住我的后脑勺。为什么？他看着我，眼中疾风骤雨如淬了毒的刀，随时要把我吞噬殆尽。车忽然颠了一下，我手忙脚乱躲到角落，后背抵住车门，一片冰凉，心直接跳到嗓子眼。过来。他的嗓音因为攥拳而颤抖。怎么不愿意？他的嘴角在笑，可眼底全是痛苦和不甘。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小叔叔，所以比起嘴上的解释和推辞，身体本能的想要安抚他，顺从他。于是我缓缓凑过去，只是昨晚的4公里和没有拉伸，扯得很痛。抿起的嘴角落在他眼里，染上一层我看不懂的雾气。为了他，你就这么不爱惜自己？他捏着我的下颌，手收着力。他在生气，该怎么办？撒个娇吗？我掐着嗓子放低姿态，额头抵着他的，感受到他整个人因为我的轻压而紧绷颤抖。小叔叔，疼。可我的示弱没有换来男人的怜悯，反而激起他嘲弄的笑。刚刚在后台怎么没听你说疼？因为刚刚用按摩仪的不是我，但我不敢说，只好低着头认错。以后不会了，不会了。他的语气沉冷。露西，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
汽车忽然穿过一个桥洞，刚刚习惯的天光消失不见，眼前只有一片暗黑。而在这种时候，视力以外的感官就会格外敏锐，所以我听到他难耐的鼻息扑在我的耳后，痒痒的却很舒服。小溪，试试我好不好？还有带着茧的指腹在脸颊摩挲。你喜欢什么告诉我，我可以学。直到手机因为桥洞的颠簸从口袋滑出，上面是那个男生刚刚给我发的信息，没给你添麻烦吧？你真的太棒了，我舒服多了。屏幕泛起的蓝光照到他漆黑的双眸上，那双平日温润的眸，绝望如一滴凝固的泪。完蛋了，小叔叔很生气吧？我平时多溜出去玩一阵都要写检查，这次他会怎么办？会凶我，还是把我扛起来暴打一顿？我脑海想着最可怕的事，越想车里的沉寂就越令我恐慌，如在海上漂泊，眼睁睁感受自己缓缓沉入海底。他握着我下颌的手掌就僵在那，不知过了多久，只知道汽车驶出黑暗时，他像平时无数个普通的早上一样帮我整理好乱掉的衣服，只是眼尾带了一抹不易察觉的红。小溪，算了，他让司机掉头把我送了回去。恰逢运动会结束，黎曼组局去 KTV， 三三两两，熙熙攘攘，人潮推着我往前走。也是这时我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小叔叔不要我了。他从溪水里捡我回去时才13岁，两个没人要的孩子就在村子旁生锈的门里头搭棚过日子。那时有传染病，人们都说我烧坏了脑子，就回来也流口水。他却执拗的不撒手。为什么我们的命都在你们大人手里攥着？自己想生就生，不想负责就丢出来，我们就配等死吗？后来他在村子里挨户磕头求来小米，熬成糊糊喂我喝，手沾着乌黑的柴，给自己烫掉层皮，还在那傻乐，冒着被牛踹成瘸子的风险从牛棚偷奶。那会儿我3岁，醒来张口第一句话是叔叔，有意思吧？不是爸爸，不是妈妈，是叫一个13岁的男孩叔叔。还没柴火高的他扔下木头愣住，然后笑得眼泪都飙出来。这一声小叔叔，从我扎羊角辫背着书包上学开始，一喊就是15年。他那时穷得偷个窝头，被人追2里地时也没不要我，现在不要我了。我抱着黎曼点的18个男模嗷嗷大哭，他一边喝鸡尾酒一边笑话我没出息。你呀，喜欢上他了，这是喜欢吗？这是被抛弃后的难过。闺蜜还在那里拱火，好一个伪骨科，我今晚就做你俩物料，喜欢就去做呀，做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我嘴巴一撇，还说我你怎么点了这么多也不上手？他不好意思的嘿嘿笑，突然就觉得没劲，你知道吧？我看谁都想到那个小奶狗的脸，我可能就也陷进去了吧？这是陷进去吗？我现在看谁也都是小叔叔的脸，一边气得不想理，一边又想爬上去捏，最好还要咬上一口，叫他疼了，疼得再也不敢抛下我才好。我点开心碎大狗的主页，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了一个全黑的头像，名字也改成一个，我心里不知怎么就酸得难受，像被人揉了一把。我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好一点，气得抓起一瓶啤酒兑到嘴边，气味上头，我灌得不得要领，呛得咳嗽，喝晕了，手指在屏幕上打了好多字，又全删掉，直到门口忽然出现一个身影，细细长长，斯斯文文。再一看，闺蜜脸色都变了。你听我狡辩，我来这是写论文的，你信吗？他的小奶狗把他抓走了。姐姐要写论文，去我身上写啊，是不是我的论文不够多？我们回去一起用功好不好啊？擦肩而过时，回头对着后面的人道了声：池哥，谢了。池哥，咕池。KTV 的光线昏暗，只有几个灯球闪烁，楼道里那光就打在他白色衬衣上，眉眼深邃，皮肤冷白，手中把玩着张 VIP 卡，拿给一旁身着猪裙的女孩。那女孩烫着大波浪，笑起来有2个酒窝，就那么带着一丝怯生生的，又害羞的望着他，像极了很多次我看他的眼神。而小叔叔就那么站着，对着他微微笑了下。我呢，坐在那一个字也说不出，像是被人扼住了喉咙，在心脏上狠狠掐了一把。玩得开心，他看向我，礼貌的笑笑，礼貌的像是陌生人，说着抬脚要走，我忽然就哭了出来，跑过去蹲在他脚底下，抱着大腿不撒手。你别不要我。声音吸引了来来往往不少人驻足，也包括那个酒窝姐姐拉着他的袖子往后，可能觉得我是什么怪胎吧。别哭。小叔叔甩开他纤长的美甲，皱眉蹲下抱住我，抓着我从上看到下，手足无措。小溪，别哭啊，你一哭我就傻了。我们回家吧，小溪，我们回家。跑了一天，几乎都是强撑着，所以靠在他怀里直接就泄了力。小叔叔，我腿好酸。他抱着我的手一僵，故作轻松地长出一口气，回去给你揉。如果不是抱着我的胳膊死死攥着，我就信他没事了。于是我转了转身子，抱住他。在那之前，我有个问题，小叔叔可不可以回答我？什么？我将扬起脖，他就配合听话的低下头，耳廓凑到我面前，慢慢染了粉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不禁咽了咽口水。他可真好看，这么好看的人，我真不想让别人抢了去。然后我就闭上眼，在他怀里稳稳摇晃，闻着他身上肆意钻入我鼻腔的松木香，舒服地勾住他脖颈，在脉搏加速中轻轻吻了上去，感受到他身体不自然紧绷，才缓缓睁开眼，撞进那双放大的瞳孔，写满了不可思议。问完了，可以给我答案吗？我有些害羞地低头缩了缩。小叔叔一直是个克己复礼的，小时候来例假，以为自己得了什么绝症，他给我买卫生巾，还亲自用洋娃娃示范穿戴，就这么个事，脸红了一整天，见我就低头，走路就顺拐。可今天却几乎要把我揉进骨髓里。小叔叔，我扭动着手腕问，为什么要用领带把我绑上？他吻在我的掌心，轻咬，你太坏。修长的手指一下又一下，轻轻揉在我的膝盖上侧，像是羽毛扫过，好痒，直接痒进心底，身体忍不住缩起来，鼻息也这么一点点加重了。领带的尾缘被他扯过，覆盖在双眼，手指也一点点往上，从掌根过渡到指尖。小溪，这里他有过吗？我叮咛着，将他靠近的肩膀向外推，手上不自觉碰掉了领带，眼前的那双眸子就这么注视着我，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小溪，看着我。小溪，叫我的名字。
我没有章法的踢到了床尾偷偷藏起来的筋膜枪，他的探头最低档速度也应该很快的，但现在感觉似乎也没有多厉害。而小叔叔的嘴角就慢慢扬了起来。你不应该买筋膜枪，他笑着拿了过来。你应该买水枪。水枪？那个更像你，各个方面来说都是。我眼前忽然一晃，有瞬间的失神，反应过来时，气得咬在他坏笑到颤动的小臂上。嘶！他倒抽一口气，吻我却更发了狠。小没良心的，我明明对你那么好，小叔叔。我有气无力，头埋进他热到潮湿的颈窝。头像换回那条小溪吧，现在那个黑黑的我不喜欢。我心砰砰跳着，猜测他被戳穿的反应，腰忽然变得更酸了。可他迟疑片刻，低下头，又一次堵住我的唇，用极尽平淡的语气说：社交软件我从不用那些。难道心碎大狗真的不是他？我怎么想都不相信，便趁他洗澡去了动了别的想法。小叔叔，我故意提高2分音调，冲着水声哗哗的淋浴间试探。没有反应。我看了看3楼的隔间，他的书房，莫名血脉奋张。15年，无论这个家还是他，早里里外外看了无数遍。我一边爬楼梯一边想，占有他的想法应该很早就种下了，所以小时候有人想做我小婶婶，给我买糖吃，贿赂我就一边收下甜甜的糖果，一边故意瓮声瓮气的对着那些女孩的耳朵。可是昨天才有一个叔叔进了小叔叔的房间然后享受的看他们脸色诧异的模样，心里的得意都快溢出来了。我安慰自己，小叔叔那么严厉对我，他也别想好过。可那种尾巴翘到天上的开心，似乎早已经超过了家人的占有。那时什么也不懂，现在反应过来，我就是不想他离开我，我不能接受有任何人让他喜欢到超过我。他应该也一样吧，不然为什么电脑桌面就是从前那个头像，那条捡到我的小溪？我兴奋地搓搓手，这还是第一次偷看他的电脑。人都是有秘密的，手机浏览器、电脑历史记录、闺蜜小纸条，我称之为不可能三角，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从这里出去。我今天就要打破他的秘密，所以我的心跳难耐的激烈，几乎要从血管蹦出来。我马上就要窥探到小叔叔心底最深的一面了。我打开他的社交软件，却顿时呼吸停滞，因为那个他声称从不使用的页面，密密麻麻贴满我的照片和背后不为人知的絮念，全部仅自己可见。我点开看，越看心跳越快，倒不是因为他的心思，而是他能不能保存一些我好看的照片啊？这些不经意间拍摄的，实在好丑啊！为什么对着这么丑的照片，他都能碎碎念说好喜欢、好可爱？我真的不懂。我下意识关掉电脑，往后退，就撞上了一堵温热的胸膛。在看什么？没什么，我走错了，总不能告诉他我看见他偷拍我了。很可信。男人的声线在身后慵懒调笑，脚就像是生了根，只能静静感受他从后面抱住我，用带着一点清茶的下巴蹭着我的耳朵。这才多一会儿，就自己追过来了。床单都没换好，在我反应过来他说的是什么后，脸疼的一下就红了，手肘撑着墙试图躲开，墙纸是丝质的，滑过去冰冰凉凉，而他从身后掐住我的腰，一把拽回身前。小溪，敢做敢当，是谁说男人花期短要找小奶狗的？黎曼这个家伙到底吃没吃过好东西？我累到眼神涣散时，他不知从哪里变出一支小水枪，塞进我掌心，握着我的手指扣动扳机。你看多适合你！我又气又恼地用水枪喷他，他就干脆耍起流氓。不够多，我气得爬到身上咬他，新仇旧恨连带着拍我丑照的仇一起爆。窗外帷幔摇曳，吹鼓起一整个夏天的笑声，直到我再也闹不动，在他怀里翻了个身。小叔叔，你不会离开我的，对吗？他的手顿了顿，唇凑上眉心一吻。我会永远爱你。他答非所问。我想到刚刚看见的，他主页的动态里藏着一个突兀的点赞记录，是当年捡到我的那条小河，是小爱豆每天晨跑的必经之路。那天他为运动会准备时，恰巧河水抽干，河底浮现一具白骨 ，DNA 测算需要7天。我的右眼突然跳了一下，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和13岁的小叔叔一起回了过去的村子。他说我是小溪，他就是小鱼，我们像从前一样在草垛上坐着。然后一个疯男人从身后冲了出来，单手拦着我的腰就要跑，一边跑一边喊什么傻子媳妇5万块。那疯子抱着我，亲昵之态却恶心的我想吐。宝贝儿啊，你真是跌得好大。再后来我记不清了，就记得那一片的月季后来开得特别茂盛，那夜的风也很甜。然后小叔叔手里好像有块砖来着，那是属于我们2个人的秘密。我把水枪偷偷藏在他的枕头下面，如果他说这是我，那希望他看见他就能想到我。小叔叔已经对我很好了，好到没有他就没有我这条命，所以我做了没告诉任何人的决定。我去了那个村子所在的地方，决定替小叔叔顶罪。那时我还没成年呢，只是那个老警察很讶异，什么网红发的假消息，昨天 DNA 检验就出来了，现在的网络信息啊太不靠谱。我疯了一样翻开小叔叔的主页，他点赞的那个博主不知什么时候改了名 Love 某某，假的，都是假的，就连这条消息他都掐准做了错的时间。小叔叔真是一只狡猾的狐狸，我抓着老警察不放手，好像松开了就意味着要失去什么了，我绝对不能让那种事情发生。小溪，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我回头，黎曼就站在那，一个箭步冲过来抱住我。小奶狗是律师，他在里面，你别慌，你别慌啊！他抖得比我还厉害。他带我去古城散心，是小叔叔开发的一块地，意淫风格都是我的喜好。他做这些的时候想的是什么呢？想我吗？想到我的时候会笑吗？我看着那个门口的水枪，乐着乐着，眼眶就湿了。后来我白天就躺在床上发呆，夜晚去溪边钓鱼，偶尔试图从闺蜜那里听到一些小叔叔的消息，但好像什么都没有，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的过着。直到一天我握着锤竿，傻乎乎的看着西面时，身后忽然传来一阵不轻不慢的脚步声。嘘，你吵到小鱼了。身后的人没说话，细细簌簌间，一柱水流涌入河面。我猛地回头，一个高大的身影手中摆弄着一把粉色的小水枪，
才没有，有些时候你更吵。后记，小叔叔，我们真的不能出去玩吗？男人认真的摇头，不行，我不能走出这间屋子，不然就要被抓回去，这是非常严格的缓刑。所以呀，你得在这里陪我。他扯掉领带，笑着压下身子。可是，连着1周了呀，我欲哭无泪。而隔壁的闺蜜碰了碰小奶狗，不是打报告就随便出门吗？奶狗捂住她的嘴巴。祖宗，池哥火气重，全文完。